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年纪越大，要学个新东西就越吃力？其实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觉哦。但如果我跟你说，有一种方法，不只可以让你的大脑变更灵光，甚至还可能让它逆龄生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要怎么用阅读这个你我都会的工具，来帮你的中年大脑重新开机哦。所以说，为什么年纪大了，学东西就变难了？这背后其实是大脑运作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但好消息是哦，只要我们搞懂了游戏规则，用对方法，成年后的大脑那个学习潜力啊，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好，我们今天的路线图大概是这样。首先，我们会先看看中年大脑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然后找出最棒的大脑健身法。接着，我会揭露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学习真相，再来给你重启大脑的4个步骤。最后，看看我们怎么让大脑越活越年轻。好了，我们直接切入重点：中年大脑的困境。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哦，过了25岁之后，我们大脑学新东西的方法，跟年轻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这一切都跟这个词有关，神经可塑性。这听起来很学术，但说穿了，就是我们大脑重新组织自己、建立新的神经连接的能力。简单讲，就是大脑学习跟改变的能力了。关键的差别就在这里。25岁以前，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超强海绵，什么都吸收，是被动学习。但25岁之后呢，大脑就变得很挑剔了，它不会再随便改变自己，除非你给它一个够强烈的讯号，它才会启动这种有需要我才改的模式。那问题来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有效打开成年人大脑的学习开关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传统。你知道吗？不是所有吸收资讯的方式都一样有效，而阅读文字是目前科学家公认最棒的大脑锻炼。你想想看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听是我们的本能，就像开车在铺好的高速公路上，很轻松不费力。但是阅读文字这件事，是我们后天学来的，大脑天生没有一个专门给阅读的区域，所以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一座没人走过的森林里，自己开出一条新的路。这就逼着大脑要主动去重塑神经回路。所以说，为什么阅读是一个全方位的脑部重训？因为它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一个主动解码的过程。它会同时叫醒你的视觉、语言还有记忆中枢，强迫你的大脑去重新连接。更好玩的是，当你读小说读到主角在跑步，你大脑里管运动的那个区域居然也会跟着活跃起来。这就是在模拟体验，甚至还可以提升你的同理心。哇，那效果到底有多惊人？有研究就发现，持续的阅读文字可以让你的专注力提高将近50%。你想想哦，在这个大家注意力涣散的时代，这根本就是一种超能力呀。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可以说是最核心也最反直觉一个观点，那就是学习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先记住这句话：真正有效的学习讯号，不是那种很顺的心流，而是你卡关的时候那种困难跟挫折感。我们都很爱追求那种心流状态，对吧？就是做一件事很顺、很投入的感觉。但是神经科学家要告诉我们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很多时候，所谓的心流只是在表现你早就已经会的东西，感觉是很好啦，但它不代表你真的在学新的知识。真正的学习是发生在你感觉到摩擦力的时候。这就像什么？就像你去健身房举重，当你感觉到肌肉有点酸、有点痛，那才是肌肉正在成长的讯号，对吧？大脑也是一样的，当你觉得有点困惑、有点挫折，那才代表你的大脑正在努力建立新的连结。所以，要启动成年人大脑的神经可塑性，你需要3张入场券：第一，高度专注；第二，高度警觉；再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犯错跟挫折感。因为只有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大脑才会释放出一些特别的化学物质，去跟你的神经元说：“这里有问题耶，需要改变一下哦。”然后重塑的开关才会真的打开。OK， 所以原理我们懂了，那重点来了，到底要怎么做？
别担心，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可以直接操作的4步骤计划，可以帮你进行真正的深度学习。这4个步骤分别是准备、主动阅读、输出与测试，还有最后的巩固。这是一个完整的学习循环，缺一不可哦。好，第1步跟第2步，关键是专注，还有一个小技巧。首先，当然是把手机、通知那些会让你分心的东西都关掉。然后在你阅读的时候，请你试试看这个间歇效应，就是每读完一个段落，你就停下来，眼睛看旁边，发呆个10秒、20秒。记住，这时候千万不要滑手机，什么都不要做。这段时间看起来像空白，但其实你的大脑正在用20倍的速度重播巩固你刚刚读进去的东西，这可是黄金时间啊！再来第3步，输出与测试。这边要教你一个超强大的工具，叫做费曼技巧。很简单，读完一个章节，立刻把书盖上。第一，靠你的记忆把刚刚的概念讲出来。第二，想象你在教一个8岁的小朋友，就会逼你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第三，你会发现自己讲到一半卡住了，恭喜你，那就是你的知识盲点。第四，再回去读懂它，然后用更简单的比喻重新解释一次。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你在解释到一半讲不下去卡住的那些瞬间才是最重要的，那正是你感到挫折，你的神经元准备要重新连接的时刻，也就是学习真正发生的地点。最后一步，巩固。我必须强调，休息它不是一个选项，它是整个学习流程必要的一部分。你的大脑会在短暂休息，特别是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去物理性的强化那些新的神经连接，所以熬夜苦读绝对是效率最低的学习方式。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你看，当你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你就不再只是被动地在吸收资讯，你是在主动地雕塑你的大脑，让它越用越灵活，逆龄生长。所以，请你记住这3个新的学习心态。第一，短时间高强度的专注学习，效果远远胜过马拉松式的死读书。第二，拥抱挫折感，把它当成大脑正在变强的讯号。第三，你读了多少页不重要，你到底能说出来多少，那才算数。这就是你从一个被动的资讯消费者转变成为一个主动的大脑建造者的方法，你就能真正掌握让自己认知能力保持年轻的钥匙。那么最后，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思考了。今天你准备要用什么方法来挑战一下你的大脑呢？